少女是个热爱美食的纹身师，由于艾琳在次元移动时不小心跌落在楼梯间，正在享受美食的徐幽晶听到了这声一响，拿起剪刀蹑手蹑脚的出门查看情况，却踩到一个软糯的东西，一失足便摔了下去。醒来便出现在这个奇怪的世界中，这奇妙的经历都归功于精灵所带的龙鳞。在这个世界中，拥有什么颜色的头发和眼睛便代表着什么元素的魔法，而徐幽晶便是植物系魔法师。虽然听不懂艾琳张口闭口都是菲利克斯，就像他看的网络小说主人公一样的遭遇，食不下咽的王子。男主因为恶毒继母长期投喂黑暗料理，导致失去味觉和嗅觉得了厌食症。虽然他作为龙的后裔不会轻易嗝屁，但对于徐幽晶来说，享受不了美食的人生将毫无意义。所以他这是穿越到了小说中男主的世界，可他的纹身怎么没有一起带过来？徐幽晶根本不知道龙鳞有多重要。五位精灵为了能让菲利克斯吃上一顿安心饭，祈求亚太努姆大人赐给他们龙鳞。由于空间传送的巨大引力，拿到龙鳞的艾琳便与其他的精灵失散了。机缘巧合下导致他们来到这里。初来乍到的徐幽晶差点被超级鸡给扑倒，他不仅不恼怒，反而考虑这么大的鸡做成炸鸡的话，几个人才能吃完。回忆起美味的炸鸡，他现在超想尝尝这个世界的美食。徐幽晶切下一小块牛排，再送入口中，口感丰富，肉汁四溢，就连咸淡也恰到好处。看着大口吃肉的徐幽晶，艾琳委屈地表示菲利克斯还在饿着肚子呢。提到男主，徐幽晶努力地回忆男主悲惨的遭遇，不光被继母下毒，还被发配到了蛮荒之地，王位也被夺走。最终由于长期的讨伐，成为了操控黑龙魔力的高手，随之也逐渐黑化，讨伐了王妃和那些曾经背叛他的人。但转念一想，他杀了大部分帝国人，自己的处境也是非常危险，竟然传到这么一个是非之地，都怪身边这个笨蛋小精灵。这里的人似乎都只吃肉不吃素。徐幽晶饭后来到了一家果蔬店，是一些看起来非常可口的蔬果。当询问店员果蔬价格时，大妈嫌弃的让他赶紧走。由于栽培果蔬在这里是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只有贵族才会光临此处。二人便两手空空的走出了果蔬店。艾琳提醒他别忘记自己是一位植物系魔法师。正当西维亚准备大显身手的时候，却发现自己连最基本的魔法都不会使用。随后在艾琳的指引下，地上冒出一棵小树苗，刹那间树苗就变成了长满果实的大树。看着眼前的成果，一个计划在西维亚脑海里展开。第二天，他摆起了路边摊，鼓起勇气喊停了一位水系魔法师，那是一个出场自带特效的男人。休伯特想到菲利克斯只能勉强吃下清凉爽口的果蔬，便要求少女先拿出几个看看。这种水果叫橘子，把顶部切掉后按纹理用刀把皮剥掉，就可以得到一个清香的水果了。看着还在犹豫的休伯特，徐幽晶建议他可以先品尝一下，再决定买不买。片刻后，被橘子美味征服的休伯特便将果蔬全部打包，来到营地。他献宝似的把水果递给了菲利克斯，告诉他这是自己在一个村庄商贩那里买的，味道特别好，您就尝一尝吧。但毒药给菲利克斯造成了严重的心理阴影，他根本不敢吃这些来历不明的食物。见到休伯特满脸祈求的样子，还是答应了下来。这是名为香蕉的水果，不用清洗，把皮剥了就能吃。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这种水果。被香味吸引过来的小精灵催促他快点尝尝。随着香蕉的入口，菲利克斯仅给予2个字的评价：不赖。休伯特趁机又递上橘子，随着橘子的入口，一股独特的清香在口中弥散，酸甜可口的果粒在齿间爆开。看着平时吃一口就饱了的菲利克斯，这次却吃完了整个橘子。休伯特便暗下决心，看来要经常光顾那个水果摊。城中的徐幽晶看着橱柜中精美的首饰，这些首饰的价格让他望而却步。他辛苦卖一天的果蔬才赚10枚金币，而这最便宜的竟然也要30枚金币。还没沮丧多久，徐幽晶便回想起昨天切橘子时，果汁溅到他的手上。休伯特使用水魔法，瞬间将他的手给清洗干净。这么酷帅的魔法，他能够拥有吗？徐幽晶马上开始了行动。他来到城中最大的图书馆，借来了一堆魔法书。当书上其他属性的魔法阵映入眼帘，他突发奇想，既然魔法是通过魔法阵释放，那么魔法阵也不一定非要刻在宝石上，他完全可以用纹身师的技能来另辟蹊径。艾琳却没有听说过纹身师这个职业。徐幽晶解释道，就是帮别人在身体上刻画的人，可以是图案，也可以是一句话，还可以是思念人的脸庞或其他的部位。所以他打算把魔法阵刻在身体上，却遭到了艾琳的怒吼：别做梦了，从出生的时候魔法师就只能使用一种元素。看着沮丧的徐幽晶，艾琳意识到自己说的太过分，便安慰他可以来当第一个打破常规的人，因为他体内有龙鳞的魔力，没准会成功。听完艾琳的话，徐幽晶重新振作起来，他揉了揉艾琳的小脑袋：谢谢你，但纹身需要使用到针和墨水，从哪里获取这些呢？突然他灵光一闪，随即迈开步朝门外走去。艾琳疑惑他这是要做什么，徐幽晶解释道他要亲自做纹墨，并且是用最古老的方法。少女是个热爱美食的纹身师，却因意外摔下楼梯间，醒来便出现在这个奇怪的世界中。在这里，所有人都只能使用一种魔法，然而少女的到来却打破了常规。原来她想将魔法阵刻在身体上，但纹身需要使用到针和墨水。突然她灵光一闪，随即迈开步朝门外走去。她用魔法生成一片松树林，紧接着将它们结成木桩，用大火焚烧成灰烬。这是墨粉制作过程中最重要的一步。等忙完这些，艾琳已经瘫倒在地，抱怨少女为什么要费那么大力气去弄这些粉末。徐幽晶表示她想学会一些简单实用的魔法，比如做饭或者洗漱的时候不用自己去取水，还有不使用打火时只要动动手指就可以点火。做这一切原因都是为了能够方便吃上美食。
还不等艾琳休息够，下一秒，徐幽晶取来松木灰，将它研磨成细细的粉末，这样终于完成了墨粉制作。光是想想就可怕的过程，先是砍松树，然后焚烧成灰烬，再进行晾干，最后研磨成粉末。接下来，他把事先从铁匠铺买好的针进行沸水消毒，再将煮好的布放在太阳底下充分暴晒，最后把魔法阵画在纸上，纹身的准备工作就完成了。然而在接下来他狂戳手臂的操作，让艾琳不禁毛骨悚然。看着少女红肿的手臂，艾琳担心她这样会不会出事。等一切忙完之后，已经是傍晚。休息好的徐幽晶迫不及待地想尝试一下魔法，随后他闭眼进入冥想，体内的黑龙魔力正在因为魔法阵而流向手臂。在艾琳的欢呼声，只见徐幽晶被水珠围绕，眼前的一幕验证了他的方法是对的。接着在他的意念下，风和火的魔法也被成功释放。看着另外2个魔法的成功，他想这2天一定要把终极魔法阵也练熟。第二天，徐幽晶卖完东西准备回家，却遇到了那个出场自带特效的男人休伯特。男人还想再买些水果，可徐幽晶的水果很是畅销，早就卖光了。但他想到小精灵艾琳时常担心男主，而男主此时正因为吃不下东西而饱受煎熬，便告诉休伯特不介意的话随他去家里拿。随后2人来到少女的住处，徐幽晶端来一盘果干和梨汁，示意休伯特边吃边等。接下来他开始准备做料理，首先用水魔法清洗蔬菜，再使用风魔法切成合适的大小，撒上盐和胡椒粉，往锅里倒入秘制的橄榄油，放上大蒜和洋葱，再把番茄捣碎煮沸，将番茄酱倒在备好的蔬菜上面，最后撒上芝士碎，一份美味的蔬果杂烩就做好了。徐幽晶迫不及待地试吃起美食，鲜美多汁的口感令她沉浸其中。接下来她把15厘米的鸡蛋做成了蛋卷，又烤了一份牛排，沙拉作为配菜就用橄榄油、盐、胡椒和柠檬简单做一下，超豪华便当就做好了。男主那边给他吃什么好呢？休伯特正在细细品尝着果干，徐幽晶突然出现，吓得他一惊，连连咳嗽起来。当他看到一堆饭盒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真的是给他的吗？艾琳却知道那是徐幽晶特意为菲利克斯准备的。休伯特好奇他是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做出这么多的分量。少女决定隐瞒自己会其他魔法的事，便告诉他是事先准备好的。在休伯特离开后，艾琳也将埋在心里的话说了出来，谢谢你做的这些，想到回去可能会被其他精灵训斥，艾琳便没有跟着休伯特回去。即使她现在十分想念菲利克斯，此时菲利克斯正吃着休伯特带回来的山竹，小精灵们闻到香味，争先恐后的想要尝尝。得到菲利克斯的允许后，你一个的我一个的分享起来。看着眼前闹作一团的精灵，菲利克斯想起了艾琳，他已经离开3年，到底是回不来还是不愿回来？让菲利克斯不知道的是，他心心念念的艾琳此时正在开心的吃着美食。休伯特2人聊到殿下离开的这段时间里，恶毒王妃已经趁机登上王位，并向世人宣告殿下已经失踪。看来人们已经忘记了这个国家的真正继承人。说完，2人便抑郁起来。当丹尼斯提起殿下能不能正常进食时，休伯特抑郁一扫而空，说他经常在一个商贩那里买水果，那里的水果很合殿下的胃口。丹尼斯这才如释重负。2人重新规划起讨伐魔兽的路线。而另一边，正在制作美食的徐幽晶却缺少白砂糖这种调味料。艾琳说她之前在皇宫茶会时喝过，那是一种和果蔬一样，只有贵族才配吃的食材。徐幽晶不屑地啐了一口，既然买不到，他就自己做。他想起之前在电视上看到过，甘蔗和甜菜都是制作白砂糖的原材料。说完便开始行动，随着魔力的涌现，一排排甘蔗瞬间拔地而起，再用风魔法切成小段，使其悬浮在空中。随后甘蔗在徐幽晶魔力的指引下，井然有序地进入房间。可能是最近频繁使用魔法，他发现自己的魔力提高了不少。当询问艾琳植物魔法是否会受到天气影响时，艾琳表示她也是第一次见植物魔法，所以并不清楚，但她知道元素相克的情况下会造成影响，比如火元素和水元素。话说回来，空气中好像有丝凉意，该做白糖了。徐幽晶品尝着刚做好的甘蔗汁，满意的笑容写在脸上。艾琳迫不及待的也想尝尝。随着甘蔗汁的下肚，她兴奋地扑棱着翅膀，明明看着很难吃的植物味道却超甜好喝。徐幽晶又将甘蔗汁放入锅内，再次煮至沸腾，使其绵稠成拉丝状态。她细细品尝起来，虽然甜了不少，但却不是白糖那个味道。艾琳吵着还要吃，当尝到再次变甜的甘蔗汁，小小的一碟汁水已经满足不了她了。徐幽晶将甘蔗汁倒入模具内，使其自然变凉凝固成块，然后决定去市场看看。当她打开门时，一只手突然搭在门上，陌生男人的出现让她呆愣了3秒。卡丽娜，好久不见了。徐幽晶脑海里快速搜索着男人的信息。艾琳说他是凭借着龙鳞的魔力进入西维亚身体的，当他发现的时候，那副身躯就已经没有了灵魂，那个人应该是已经死了，所以徐幽晶的灵魂才能顺利进入他的身体。不过他怎么会在那种地方丧命？手上突然传来的疼感将他的思绪拉回，看着眼前嚣张的男人，徐幽晶怒火中烧，他用力甩开男人的手，质问他是谁，找上门来想做什么。男人却责怪道：“你都没有主动联系我，我是担心才来看你的，早知道这样我就不来找你了。”说完，男人做事就要离开。在徐幽晶喊停他时，男人的脸上露出得逞的笑容。原来他之前把徐幽晶骗进佣兵团去讨伐魔兽，换取金钱，可那些钱早就被他输光了，还欠下了巨款。眼下他来找徐幽晶，不过是想捞点钱，顺便霸占他的屋子。原本徐幽晶还担心他是这副身体主人的家人，但看他说话拐弯抹角的样子，既然没什么关系，就没必要在无关紧要的人身上浪费时间。男人恼羞成怒，
亏我还好心和你这个孤儿交往，你不懂感恩，给不了钱就算了，说话还这么绝情。徐幽精没想到在这里也会听到这种话。一无是处的人在无话可说的时候都是一套说辞。他之前还好奇为什么原主住在这么简陋的地方，原来是身边有只吸血鬼啊！承受不住连番打击的男人便要动手。只见徐幽精周身魔力涌动，一根甘蔗出现在他的手中，随后拿着甘蔗便想教训眼前的男人。这时突然出现一股水浪缠住男人的脖颈，来人正是水魔法师休伯特。刚才的一幕他尽收眼底，这个人渣居然想对西维亚小姐动手。随后他抬手加大了魔力的输出，眼见男人逐渐被水浪包裹住，痛苦的挣扎。徐幽精及时出声让休伯特放开他，不是他圣母，只因他不想看到有人在他门口丧命脏了他的地方。休伯特听完虽然很不情愿，但还是解除了魔法控制。男人一落地就叫嚣着：“你们非法对人使用魔法，我要举报你们！”话音未落，又被丹尼斯狠补了两脚。本来徐幽精还想放他一马，可接下来男人的话让他的愤怒值达到极点。我之前对你那么好，你居然这么快就找了别的男人，还敢这样对我？徐幽精发出阴郁的笑声：“你这个给脸不要脸的臭虫，连我们的关系都说不出来，还在这里胡说八道。再说你还有脸管我要钱？你的钱交给我保管了吧。”少女凶悍的模样让休伯特二人自愧不如，没想到总是面带微笑的他还有这样一面。即使如此，男人还是嘴硬，想再说些什么。徐幽精直接一个甘蔗招呼过来，这下男人终于被吓得落荒而逃。徐幽精这才想起还有客人在，随即切换成职业微笑：“你们是来买水果的吧？快请进。”接着他端来果干和果汁赔罪刚才的失礼。丹尼斯却拘谨地站起来，徐幽精示意他不用拘束，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就好。他率先端起果汁喝了起来，二人看着清香的果干和果汁，忍不住咽了咽口水，随后迫不及待地拿起果汁品尝，微妙的口感让他们忍不住地点头称赞。殊不知这一切都在徐幽精的计划中，他好像看到大把的钱在向他招手。休伯特很感激他的款待，表示自己这次来是想多买些果蔬，可徐幽精因为制作白砂糖没空准备那些，但又想到二人特意前来买果蔬，还为他出手教训渣男，让他们空手回去也不好，便询问起二人的住处，等果蔬准备好了就给他送过去。丹尼斯却说本来他们打算租旅馆的，可惜都被其他佣兵团住满了，现在基本上都是在城墙外露宿。徐幽精十分惊讶，外面的天气寒冷又危险，要是艾琳知道了，又要担心菲利克斯会不会被冻伤了。思虑前后，他提出，若是两位不嫌弃的话，我可以把2楼的房间租给你们。休伯特满脸惊喜，自我脑补了一番之后，便答应了下来。在收拾行李的过程中，丹尼斯还是不敢相信他们居然能住在温暖舒适的房间里，并且殿下也同意了。随后众人前往少女的住处。另一边，艾琳正在躲避徐幽精的追捕，当问起她原因时，她却责怪徐幽精不应该把菲利克斯和精灵叫到家里来，她还不想贸然的跟他们见面。徐幽精被气得火冒三丈，催动风魔法将他缠住，拽回自己的手中。趁这次机会，不是正好和他们见面吗？还是说你想见他们是骗我的？才不是！原来艾琳也有自己的苦衷，她原本是要带一件东西回来的，却因空间引力没听清艾泰尔努大人的话，只带回来了徐幽精。其他精灵见到他在这里，肯定会质问他为什么连这点事都做不到，而菲利克斯则会对他很失望，从此不再搭理他。他绝对不允许那样的事发生。说完便逃窗而去。这时窗外传来嘈杂的声音，徐幽精意识到可能是王子他们来了，便加快脚步朝门口走出，但到了门前却又停住脚步。他期待而又害怕见到王子。当门被打开的那一刻，他顿时羞红了脸，心砰砰乱跳。男人目如朗星的容颜出现在眼前，看着发呆的少女，休伯特可出声提醒他。徐幽精这才如梦初醒，忙不迭似的邀请他们进门。家里有点乱，还请你们不要介意。休伯特二人向他示意问好，表示打扰了，随后便开始介绍，这位是我们的佣兵团的团长菲利克斯大人。不等休伯特为徐幽精介绍，他便主动说起来，很高兴你们的到来，我叫西维亚·阿尔伯尔，是一名植物魔法师。话音刚落就被握住了双手，丹尼斯随即真挚对着西维亚表示着感谢。就在这时，精灵们也飞进了房间，你追我赶，嬉戏打闹着。这里干净舒适的空气让他们很着迷。看着可爱的小精灵，徐幽精想到艾琳的离开，心情便低落了起来。如果这个时候艾琳也在就好了，她一个人跑到哪里去了？艾琳吉姆会不会偷偷的回来呢？少女是个热爱美食的纹身师，却因意外摔下楼梯间，醒来便出现在这个魔法世界中。家里却住着一位奇怪的男人，他从不吃被别人触碰过的食物。由于现在人员变多，徐幽精一早便开始做晚饭。在他精湛的厨艺下，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美食也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出锅。对于挑剔的菲利克斯，他准备用那个办法。随后，徐幽精端着饭菜来到客厅，休伯特三人像是嗷嗷待哺的小鸟，见到徐幽精忙不开手，便自告奋勇地起身帮忙。看着跃跃欲试的二人，徐幽精笑着回答：“先将米饭装在碗里，旁边是配菜。厨房里还有很多，你们不要客气，敞开肚皮吃就行。”接下来，他端来一盆绿植，郑重地放在菲利克斯面前：“这是特意为殿下准备的，请慢用。”见他露出疑惑不解的表情，徐幽精耐心地解释道：“这是清爽可口的黄瓜，而这个是甜甜的彩椒，请您一定要尝尝。”眼前的食物就像是知道菲利克斯的基准一样，准备的一丝不苟，甚至连舒伯特都不清楚。他绝对不吃被人摸过的食物。这个女人到底隐藏了什么秘密？面对色泽诱人的果蔬，菲利克斯却纹丝不动，但在小精灵们的软磨硬泡下，还是拿起山竹削起来。他先把削好的山竹递给小精灵，接着品尝果肉，细腻柔软的口感让他忍不住一口接一口。
一顿饭就在吵吵闹闹中结束。晚饭过后，徐尤金准备熬制果酱，但还差一些食材。他准备去菜地看看，却看到了一个男人的身影，原来是菲利克斯。他这么集中注意力是在看什么？徐尤金蹑手蹑脚的靠近，男人似乎是在自言自语：“你孤零零的留在这里，就像我一样。”话音刚落，便咻的一下拔起胡萝卜，熟练的削着皮，一口接一口的吃着。徐尤金汗颜，真幼稚，一边同情胡萝卜和他一样孤独，一边又果断的吃掉。菲利克斯吃完胡萝卜起身准备离开，突然的转身吓得徐尤金手足无措，心灵也围着他不停的打量。小绿趴在他的肩上，软乎乎的说着：“我喜欢这个女人。”徐尤金被萌得血槽一空，完全忽视了菲利克斯的质问。他怕自己破功，祈祷着另一只小精灵别再靠近了，因为这个世界的设定只有菲利克斯才可以看得见他们。他假装没看见，超累的。算了，还是看男主吧。菲利克斯被瞪得莫名其妙，这还是第一次有人敢这样直视他，他也不甘示弱的瞪回去。两人之间的怒火逐渐实质化，恰巧被出门的休伯特看到，比别人多长个脑子的他，脑海里顿时上演了爱情大戏。殿下隐瞒身份，和是平民的西维亚相爱，过着平淡幸福的生活。然而国不可一日无君，虽然很遗憾，但他只能做那个棒打鸳鸯的人。随后来到二人面前，请求菲利克斯进屋，以免被冻伤身体。看着依旧纹丝不动的两人，他只能在徐尤金那里下手。魔法师大人也进屋比较好，刚才出来我好像闻到一股烧焦的味道。话音未落，徐尤金便匆忙地赶去厨房。菲利克斯终于松了一口气，呵，是我赢了。另一边，徐尤金辛苦忙活的果酱却全部烧干成炭，一股委屈夹着愤怒涌上心头。他势必要让菲利克斯好看。接着他端来几杯饮品，邀请休伯特他们品尝。随后指尖催动魔力，一株株清脆欲滴的苦瓜接二连三的呈现。他摘下一根苦瓜，冷眼看着菲利克斯将其榨成了汁，重重的递给他。我看殿下疑心比较重，只好当着你面做，这样可以了吗？休伯特率先打破尴尬的氛围，那就希望大家都能前途光明。三人举杯喝了起来。下一秒，休伯特、丹尼斯两人皆被苦味冲击的响远，哪怕已经味觉失灵的菲利克斯也被苦麻了。西维亚痛快地看着这一幕，也举杯喝了起来。不过不同于他们的是，西维亚喝完充满了幸福的感觉。这时的小红却发现了端倪，对着菲利克斯就打起了小报告：“殿下，他喝的和你们不一样。西维亚小姐，你给我们喝的到底是什么呀？好难喝！”距离大家离开的日子越来越近，为了不让他们路上只能吃肉干和硬邦邦的面包，徐尤金早早的做起吃食。艾琳固执的不愿回来，让他心生不满，并且最近菜地里的果蔬总是莫名其妙的消失，他不得不怀疑是菲利克斯干的。行为举止优雅的王子有时候却像个小孩子，但想起自己对他做的事，也不怪他拔刀相向。原来他给男人吃小米辣。喝水一向谨慎的菲利克斯却崩溃的拿起休伯特的大麦茶就是一顿猛灌。不过为了能够让他消气，他想要吃什么水果，徐尤金通通满足了他。虽然菲利克斯平时显得特别傲娇，当他吃起水果时却异常可爱。思绪拉回来，还是去问问菲利克斯今晚想吃什么。然而王族的自尊让他不愿多说。不过很快就在水果的诱惑下，说到上次的丑橘很好吃。接着徐尤金周身魔力涌动，魔法阵亮起，他摘下个大饱满的丑橘递给菲利克斯。精灵看到后也纷纷的讨要起来，得到投喂后还时不时的催促着菲利克斯剥快一些，随后依依不舍地围绕着少女飞来飞去。菲利克斯不好意思地说道：“西瓜和桃子也很好吃。”见他还是不愿直说，徐尤金告诉他别担心，他已经在休伯特的亚空间里单独放了他的内粉。想到男人即将要离开，少女鼓起勇气将心里话说了出来：“我这个人呢，最讨厌拿食物开玩笑的人。虽然不知道你为什么只吃蔬菜和水果，但我给你的你可以吃。你要吃肉、吃饭、吃面包，这样才对身体好。如果我们下次见面的话，那时我希望你能美美的享用我做的食物。”说完转身就要离开，男人却叫住了他。菲利克斯从手上摘下一枚戒指递给少女，口是心非地说：“就当做是这段时间的辛苦费吧。虽然一起生活有不少磨合，但还是感谢你的果蔬。”他轻轻撩起少女耳边的碎发：“你的魔力和我很像，这枚黑宝石应该对你有帮助。”想起少女爱钱，随即又叮嘱她不能把戒指卖掉。双方就这样定下以答谢礼为借口的约定。面前少女笑颜如花的模样，菲利克斯满脸宠溺。很快就到了离别的时候，休伯特二人向少女真诚地表达了感谢。这段时间真的劳烦您了。看着忧伤的二人，徐尤金开怀地说：“我又不是没收钱，这里随时欢迎你们。”当休伯特问起菲利克斯有没有需要说的，他却傲娇地转过头催促他们不要墨迹，快点出发，因为他已经给了少女弥足珍贵的戒指，并拥有属于他们两个人之间的约定。等他们走后，家里也逐渐冷清下来，一股失落感席卷着徐尤金。当他准备回屋时，突然被一个东西砸到后背，他反手用力去抓，却听到了艾琳的惨叫。这个小家伙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徐尤金将他由里到外仔仔细细地检查一番，发现没什么事，心才放回肚子里。艾琳惨兮兮地让徐尤金多备些食物，他现在什么都可以吃得下。另一边，王宫内恶毒王妃到处寻找着东西，她里里外外翻了一个遍，也不见王国的宝物和印章，难道被他拿走了？突然侍女的禀报打断了他的思绪，公爵大人进宫了，想要面见女王陛下。他正为找不到国印烦躁不安，处于暴怒的边缘。公爵这时求见无非是火上浇油，便让侍女通知公爵，他还要花一些时间来准备。男人似乎知道王妃不会轻易见他，依旧态度坚决地说：“我会继续等下去。”侍女只好邀请他前往接待室。门刚关上，他就仔细查看房间每个角落。当发现没有王妃的眼线，他似乎是在自言自语：“那个人还活着。”在侍女退下后，男人看向壁画上的一家三口，自责不已。
对不起哥哥，请原谅我没能履行你的遗言，接下来我一定会替你守护好他。这时公共图书馆中，徐幽京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借来一摞魔法书，刚到家中便行动起来。历经漫长而又痛苦的过程，亚空间魔法阵终于刻好了。接下来他以黑宝石为媒介，催动魔力书像没有被刻印魔法阵的宝石箱，随着箱子周身一阵光芒乍现，魔力输出完毕。徐幽京忐忑地打开了它，看到眼前一幕后开心地笑了起来。他用手臂上的魔法阵给箱子嵌用亚空间魔法成功了。接着徐幽京穿戴整齐朝门外走去，他将要做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这个少女明明超强，却在异世界卖起盒饭，只因吸收了龙鳞的缘故，使用魔法就像喝水一样简单。徐幽京准备完一切，便前往都是雇佣兵的地方摆起饭摊。他把盒饭一一打开放在摊位上，按照老套路叫停2位闲聊的佣兵。帅气的雇佣兵大人，你们需要盒饭吗？两人闻声转头看向这边，随即就被稀奇的美食吸引过来。接着他递上散发光泽的美味拔丝红薯，邀请他们试吃。这时艾琳偷偷地拿起一块，又飞回他的头顶，一口接一口地吃着。徐幽京笑着解释，这是他用红薯做的零食，两位尽管放心吃。这时两人内心开始松动，当拔丝红薯进入口中，好吃的程度让两人直翻白眼，外皮酥脆，里面却又香甜软糯。刚品尝完就连声称赞，由于声音过大，很快就吸引了其他佣兵的围观。徐幽京决定趁着这个机会好好推销一下盒饭，随即他又拿出三明治和饭团递给佣兵。已经被拔丝红薯征服的两人赶紧吃了起来。来人看到他吃的这么香，便赶紧询问味道怎么样。然而不管他们再如何询问，男人也不搭理他们，直到把美食全部塞进嘴里后才竖起拇指。见盒饭这么受欢迎，徐幽京倍感欣慰，怕他们口渴，又拿出杯大麦茶，醇香爽口的味道让二人赞不绝口，关键是解渴。随后询问起徐幽京这些东西的价格，饭团三明治是10库尔，焦糖面包、爆米花、大麦茶是5库尔。当价格报出后，众人纷纷的下起了单，很快盒饭就售卖一空。回到家中，徐幽京累得不想动弹，不过想到大家对食物的反响都不错，便后悔没有早点去卖盒饭。其实如果他不当纹身师的话，他的梦想就是当一名厨师，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饭店，吃着各式各样的美食。2周后，徐幽京的摊位前依旧围满了人，哪怕他今日已经做足了准备，却还是供不应求。这时突然一个人询问今天的菜单是什么，徐幽京惊喜地看着眼前人，便问他是什么时候回来的。男人却说这次旅途因为魔兽的增多充满危险，昨天下午才到。他想起小说中也是因为黑龙的沉睡，所以魔兽越来越多，这不得不让他担忧起菲利克斯他们，担心他是否有好好的吃饭。这时拥挤的人群后传来了声音，一个蓝发少年介绍着这里的盒饭很好吃，所以一定要早早的过来等才行。接着徐幽京听到一句，你现在不讨伐魔兽了？他闻声转头看去，居然是他。原来几个月前徐幽京因为意外摔下楼梯间，醒来却出现在一个幽暗的丛林，当脚下传出碎裂声，他这才发现地上布满尸骨，随后惊叫哭泣了起来，双手抱着头不敢看周围环境。这时突然咔嚓一声，吓了他一跳。一位蓝发少年说，团长，这里还有一个活着的。少年下马后安慰他，现在你没事了。这时团长让众人停下，他询问起少女并不是攻击型魔法师，为什么会独自来到这里，接着又问他行动方便吗？徐幽京摇摇头反问道，你说我是魔法师？男人以为他头部受伤出现暂时性失忆，想到偶尔也会有这种人，但过几天就能够恢复，便决定先将他带回去。随后邀请少女上马，这还是徐幽京第一次骑马，因为害怕不安的颤抖。男人低沉的声音在背后响起，不要乱动，先将就一下。随后他们朝着森林外部赶去。清晨伴随城门的打开，他们也平安的回到了城内。人们憧憬和欢呼着欢迎奈克里佣兵团的回归。徐幽京看着陌生的世界，心想这里怎么和中世纪一样，他到底在哪里？这时团长带他来到一个房间，质问男人为什么将不会魔法攻击的徐幽京送进佣兵团。男人却言语刻薄，他说自己生活太困难，想要份工作，我帮助他还有错了？要怪就怪这个女人不清楚自己几斤几两就贸然前行。团长惊愕地听着这个辩解，男人却继续责怪着，这家伙看起来就像死而复生一样，不仅一点忙都帮不上，还给我的佣兵团添尽麻烦。此时团长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怒气，用力一脚踩在桌子上，怒瞪着男人。也就是说你明知道他不会攻击魔法，却还是将他送进去当人肉盾牌了是吧？不过他现在安全回来了，你是不是应该把钱给付了？男人被吓得冷汗直流，虽然很不情愿，但迫于团长的气势下，还是乖乖的把少女应得的金币给了他。徐幽京看着手中金币沉思着，丝毫没有听到团长说了什么。刚刚所听到的那些话他完全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这里的陌生建筑物还有魔法师雇佣兵团，他是不是再也回不了家了？一声响指打断了他的回忆。团长询问他有在听他说话吗？徐幽京连忙点头表示有在听的。蓝发青年这时也反应了过来，原来他就是丛林里的那个少女。团长说完便摆摆手离开了，但这份恩情却埋藏在少女的心底。真的很谢谢你当初做的决定。另一边的魔兽森林，庞大凶猛的魔兽被菲利克斯轻松击杀，休伯特使用水魔法作为后盾，在几人的完美配合下，魔兽被大卸8块。战斗结束后，他们开始收集魔兽晶核。等处理完这些，众人已经疲惫不堪。由于魔兽数量的增多，他们已经3天没睡了，并且徐幽京给他们准备的食物也全部被吃光。菲利克斯陷入了沉思，虽然那个时候吵吵闹闹的，但大家都很开心。想起少女活泼俏皮的模样，他的心情也跟着好了起来。随后告知休伯特二人现在就出发回城。当再次来到徐幽京的住处，众人倍感亲切，就像是回到了家一样。他们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了。房子的周围也多了一些花草树木，
休伯特抬手敲门，可回答他们的是一阵安静。得知少女可能不在家，他们决定等一下。精灵们被一股香味吸引，从菲利克斯领口处探出脑袋，接着又兴奋地在花朵上打滚。但他们发现那股好闻的香味像是后院菜地散发出来的，便想去看看。得到菲利克斯的允许后，精灵们开心地大笑起来，随后你追我赶地朝着后院飞去。这时徐尤金卖完盒饭去食材店选购调料，店员看他对格布斯油很感兴趣，便舀一勺递给他尝尝。当棕色的液体进入口中，他为之一振，激动地问道：“这个是酱油吧？这个调味料可以制作很多美食。”随即就让老板给他打包了30瓶。回去的路上，徐尤金显得异常开心，连走路的步子都迈大了几分。这时他发现家门口有几个人影。当艾琳看到是菲利克斯时，不顾徐尤金的阻拦，说着抱歉就飞离了这里。这也让他有点头疼，小家伙到底要躲到什么时候？徐尤金调整好心情，对着3人打起了招呼。休伯特露出招牌的微笑：“西维亚小姐你好啊！”天呐，这微笑就算看了无数次还是会心动。当他看向一旁的菲利克斯，男人却傲娇地转过了头。不管怎样，见到他们能平安归来还是挺开心的。随后打开门，邀请着他们进入。为了庆祝他们平安归来，徐尤金决定举行一场派对，众人也满怀期待起来。夜幕徐徐降临，徐尤金用酱油腌制了一大盆猪肉。原本他是打算让艾琳第一个品尝的，想到这里他就来气。虽然他能理解艾琳的想法，但总不能一直逃避下去。要是被菲利克斯发现他们一直生活在一起，没准会把他当成小偷。这边客厅里的几人已经等得饥肠辘辘，幻想着今天会不会也是很美味的食物。少女是个热爱美食的纹身师，却因意外来到魔法世界中。当她发现类似酱油的调味料，便花光身上所有家当，将全部的格布斯油打包买下。回家的路上，她准备给艾琳制作新的美食，却发现菲利克斯竟然站在家门口，这也让艾丽再次落荒而逃。为了庆祝他们平安归来，徐尤金决定举办一场派对。在他准备料理的这段时间，客厅里的几人已经饿得饥肠辘辘，却还是幻想着今天是否又有不一样的美食。在众人的期待下，徐尤金端着盘子走出。为了能够尽快吃到美食，他们立马起身帮忙。不多时，桌上就摆满了各式各样的菜肴，这也让丹尼斯不自觉地流起了口水。徐尤金做起示范，先把烤肉和米饭放在菜叶上，最后一整个放入口中，随后竖起拇指感叹这样吃味道真的是绝了。休伯特这时却疑惑他手中的餐具，徐尤金看向手中的筷子解释道：“这叫筷子，第一次使用的时候虽然很难，但只要熟练了，用起来比叉子好用。你们感兴趣的话可以试一下。”身为剑士的丹尼斯第一个想尝试，用剑高超的他拿起筷子却战战兢兢的。经过多次的尝试后，终于成功。随着烤肉的下肚，丹尼斯眼前一亮，他激动地握住了徐尤金的手，直言好怀念西维亚大人的味道。菲利克斯状似不经意的一瞥，实则已经偷偷地把手伸向筷子头，随后拿起筷子在手中把玩起来。这一幕也全部被徐尤金看在眼中。接着他用魔法生成了一株蓝莓果树，随后挑衅地看着菲利克斯，因为初学者基本上是夹不到蓝莓的。果不其然，蓝莓在菲利克斯的筷子中一次次滑落，这也让他心生不悦。1次、2次、3次接二连三的失败，成功激起了男人的胜负欲，他势必要将眼前的蓝莓夹到。徐尤金见此笑出了声，不出意外的引来了菲利克斯的怒视。他心虚的开始剥着烤肉，随后一整个的放入口中，这就是他所怀念的味道，好吃到能够让人情不自禁的摇晃起来。菲利克斯看着眼前一幕，不知觉地咽起了口水了。突然他一惊，他竟然咽口水了。不过他却不知道到底是因为美食，还是因为少女可爱的模样。第二天清晨，小精灵已经快埋进了山竹堆中，看着无法打开的山竹，满脸惆怅，因为他们的手太小，摸上果皮就会打滑。正当他们商量对策的时候，徐尤金悄悄地出现在门后面，偷偷地看着里面所发生的一切。紧接着精灵开始使用起了蛮力，却还是因为山竹太滑，让他们甩了个屁股蹲。小红更是摔疼哭泣了起来，这哭声也让徐尤金心生不忍，陷入纠结中。因为小说的设定，精灵是无法被其他人所看到的，不过他却不能坐视不理。随后打开房门，坚定地走了进去。精灵看到他的到来，飞向他身前打量着，闻着他身上好闻的味道，讨论起有雏菊的香味，还有四叶草的清香。这时徐尤金假装口渴，拿起一个山竹削了起来，然后状似不经意地掉落在桌子上，却差点被聚拢的精灵们给迷倒。他像是自言自语：“哎呀，一早没什么力气，不小心掉了呢，算了，重新包一个吧。”紧接着1个、2个、好多个掉得满满一堆。徐尤金觉得这些应该够他们吃了，便在精灵疑惑的注视中转身离开。精灵以为他已经走了，兴奋地吃起来。然而徐尤金压根没走，再次在门外偷偷地观察着为了能吃更多的山竹你争我抢的精灵们。解决完精灵的早餐后，他也将众人的那一份准备好了。当见到徐尤金微笑着端来豆浆，菲利克斯此时像是定格在了原地，随即心跳加速，脸也红了起来，这让休伯特误以为他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其实菲利克斯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随着众人开始新的征途，家里又变得冷冷清清。徐尤金无意间瞥见筷子筒，想起那个固执的男人，最后还是成功夹起了蓝莓，还孩子气的给筷子做了标记，证明是自己的。话说回来，菲利克斯什么时候才会吃他做的饭？毕竟只吃果蔬营养会严重不均衡，但又不奢望他会吃肉，如果能吃一些菜和饭就好了。这时他又突然想起菲利克斯和精灵都走了，艾琳怎么还不回来？郁闷一会之后，转头就想给艾琳做一套餐具。在他精湛的手艺下，一套小巧的餐具呈现在手中，就连他自己都要快被餐具给可爱死了。艾琳到底什么时候回来？由于最近太过劳累，徐尤金一觉睡到了傍晚。
起来的时候人都是迷迷糊糊的，突然耳边传来一句：“西薇亚，我好饿。”顿时将睡眼惺忪的他吓得瞬间清醒，原来是艾琳。他从窗户飞进来的时候，发现徐幽晶在睡觉，正好他也很疲惫，便抱着徐幽晶睡了过去。徐幽晶决定趁这个机会好好教训一下他。当看到艾琳委屈巴巴的表情后，徐幽晶内心如遭电击，凶狠的话还是说不出口，便质问他到底要躲菲利克斯他们多久？难道你平时说想见他们都是假的，还是因为你失误带回来的却是我？艾琳内疚地抓住衣角，西薇亚，对不起。虽然这一切看似偶然，却又不像是偶然。他总觉得洞悉一切的艾泰尔努大人把他送过去，就是为了让他把徐幽晶带回来。他不后悔这样做，可这不是艾琳躲避的原因。他被吸进次元壁，就是为了能让菲利克斯吃顿安心饭，一个可以解毒的盘子，或者只会出安全食品的魔法口袋。还有他害怕其他精灵的追问，不希望看到他们伤心失望的眼神。得知真相的徐幽晶告诉艾琳，他愿意做那个魔法口袋，给菲利克斯提供安全的食物。艾琳深受感动，哭泣着扒拉在徐幽晶的脸上。就在这时，一阵肚子咕咕的声音不适宜的传出。片刻后，一大一小版本的蛋包饭出现在桌上。艾琳看着迷你版的蛋包饭，充满了疑惑。这时，徐幽晶充满期待的看着他，怎么样，喜欢吗？这是他特意为艾琳准备的专用餐具，因为人类的碗对他来说太大了。艾琳害羞的点了点头，喜欢。因为用手吃太烫，徐幽晶又贴心的递上刀叉，就这样一大一小两人大口吃了起来。不一会就将蛋包饭全部吃光光。接下来，徐幽晶使用风魔法把面粉、鸡蛋、盐进行充分搅拌，用绳子捆出一块块东坡肉，一些配菜全部用水魔法清洗干净，用风魔法切片，一起倒入搅拌好的面团中，接着用火魔法熬制酱料。艾琳吃惊着徐幽晶飞速进步的魔法水平，竟然可以同时使用水火风还有植物魔法了。对此，徐幽晶倒是很平静，因为她有让艾琳更惊讶的东西。她将做好的秘制炸牛排放在艾琳面前，接着舀起一小勺肉肉递到她的嘴边，迫切的想看到她的反应。尝到美食的艾琳兴奋的上蹿下跳，她努力的挥挥小胳膊，想要徐幽晶再次的投喂。另一边的府邸，一位白发男子优雅的品尝着面包，仅仅是一个背影就让侍女为之疯狂。接着他摇晃手中的铃铛，很快侍女端来一盘东西，原来是早上厨师长亲自摘的哈密瓜。公爵用叉子插起哈密瓜最紧实的部位，然后一口吃下去，清香甜蜜的口感令他愉悦。不过他却很好奇第二城门口那里一个卖水果的商贩，传言那里的水果很好吃，他已经迫不及待了。这个少女本来开心的卖着盒饭，却被突然出现的男子使用魔法强行带走。不多时就来到一个奢华的府邸，直到两人平稳的落在地面上，徐幽晶还是紧闭着双眼不敢睁开。当她的脚触碰到地面后，才庆幸自己终于是安全活了下来。如果不是这次飞行，她都不知道自己有恐高症。男子看到管家的到来，便埋怨少女居然跑到第3城门口卖盒饭，害得他一大早去第2城门口等了那么久，却扑了个空。接着越说越气，巴拉说了一大堆，大致意思就是为了找徐幽晶有多心。结果他的盒饭卖完了，所以就先把人带了回来。这个原因让管家一阵无语。徐幽晶以为在城门口卖盒饭招惹到了贵族，便诚恳地认起了错误，保证以后都不会卖了，求求他们放过他。这时一位白发男子闻声前来，男子一身华美锦袍，嘴角含笑，容颜十分俊美。徐幽晶从未见过如此精致的男人，一时有些怔住。当管家毕恭毕敬地对男子说出前因后果，徐幽晶才惊觉自己是得罪了更高位的贵族，便再次鞠躬求饶了起来。少女的反应让阁下觉得很有趣，问到城门外卖盒饭的是你吗？徐幽晶哪敢怠慢，连忙回答是的。不过他的盒饭都已经卖完了，阁下却很想尝尝那所谓的盒饭。就在他思索之际，侍从的肚子咕噜噜声音打断了他。不过这也让他想到了法子，现在正好是午饭的时候，随即吩咐着管家将府邸的厨房借给徐幽晶。他虽然充满了不情愿，但是这里的人完全不在乎他的想法。管家就只是说了一句跟我走，那居高临下的语气让他只能听从。随后就跟着管家来到了府邸之中，这里的人连说话都是非常的小声，压抑的氛围让徐幽晶说不出的难受。他还在遐想之际，就被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跳。眼前两个人正因为没有生火的人吵得不可开交。徐幽晶看着逐渐接近的厨房，便赶忙喊停了管家，问着有没有小一点的厨房，如果没有他可以自己在家做了带过来，因为他可不想能够自由使用魔法的事情被别人发现。管家也接受了徐幽晶的提议，说着另外的地方还有一个小厨房可以给你使用。不多时两人就来到了一个房间，徐幽晶也打量完四周的环境后，转头就问起阁下喜欢吃的食物。当管家说着阁下他不挑食后，徐幽晶好像是换了一个人似的，随即就让管家离开1个小时后来取。就在关门的一刹那，徐幽晶就开始了她的行动，先是将窗户紧紧地关上，随后拉上窗帘，再放下百叶窗。忙完这一切后，她也放下了心。不过她很快就遇到了新的问题，那就是这里的厨房竟是空空如也，这也让徐幽晶怒不可遏，大声直骂着这里的抠门小气。如果菜没有就算了，连烧菜的锅都没有，她逼迫自己赶紧冷静下来。还好她的背包中还有道具和材料，徐幽晶先是拿出牛肉放在锅内烧制了起来，随后再将一些配菜洗净加入了其中。牛排烧好后，她又准备了一些副菜。当所有菜品全部做好，她还是本着厨师优先品尝的原则吃了起来，最后将所有的菜品装入了饭盒。时间也很快过去，她必须得在管家来之前完成清扫，随后就使用起魔法清理周围的狼藉。这时的走廊也传来了一阵脚步，徐幽晶还在清理时，管家的手也搭在了门上，这也让她显得异常着急。门也就在这时缓缓打开了。不过这时的厨房已经变得干净整洁，徐幽晶暗自庆幸还好赶上了，
随后将堆成塔的盒饭交给了管家，也只有他才能在1个小时内制作这么多。最后便可怜巴巴的恳请管家让他回去。管家看着已经到手的盒饭，想着也没有他的事，便就放行了。徐幽京哼着小曲，正欲离开，一句等等打断了他。徐幽京抱怨着，给辛苦费就能随便使唤人吗？一点礼貌都没有，别再让我遇到你们。不过这一切也就在看到宝石的一瞬间烟消云散，提起袋子就开始了他今天的狂欢之旅。这时的阁下已经被饿得站了起来，却依然还是保持着贵族的姿态，让身边的管家给他打开。随后种类众多的美味佳肴呈现在了他的眼前，哪怕是身为贵族的他都不曾见过这些食物。为了不影响饭菜的味道，他这次没有喝奶茶，只是让侍女倒了一杯清水。随即他将一块牛排插起，放入口中细细的品尝了起来。他本以为他已经吃过最好的牛排了，没想到天外有天，牛排外还有牛排，这味道让他神魂颠倒。在管家吃惊的目光中，将装有牛排的盒饭消灭得干干净净。不过他却还没有吃饱，又打开了有着蛋包饭的饭盒。这次的蛋包饭仿佛在他的味蕾中爆开，就犹如他梦想中的味道一般。他是一个美食爱好者，只是为了吃辣牛肉炖菜，就跑到了一个常年封闭的地方，那里是不允许外人进入的。最后也是费了好大劲才进去，不过却和想象中的完全不同，让他失望至极。这次的美食却和之前的截然不同，哪怕是水果都让人不自觉地咽起口水。他身为一个公爵都没有吃过这样的东西，这次他一定要好好吃个够。管家也不知道公爵上一次吃的这么开心是什么时候了。当东西吃完，公爵也想起了西维亚，好奇着他平时都卖些什么东西。这话让管家一惊，反驳着公爵怎么要吃平民的东西。不过白发男子却不以为然，吩咐着管家这段时间都去徐幽京那里买盒饭。这时的管家还想继续说些什么，在他的眼神压迫下还是答应了下来。这时的白发男子眺望着远方，徐幽京的面容再次浮现了出来。几天后，徐幽京前往集市，却感觉到身后有人在跟着，这也让他以为是公爵派来的人，紧接着就加快了步伐。不过突然出现一只手抓住了他，就在他疑惑到底是谁时，一个熟悉又陌生的人站在面前，这不就是嘲讽徐幽京的水果店老板吗？他看徐幽京的眼神都充满了怒意。原来城内只有他一家水果店，店里的主要客户都是些达官贵族，这也养成了他目中无人的样子。不过最近他的生意却意外的惨淡，主要的原因是突然出现的一个水果商人，他家的水果又便宜又新鲜，这也让他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发誓一定要去见见这个人到底是谁。紧接着他偷偷观察了起来，随后不可置信的看着只要1枚银币的葡萄，在他店里都可以卖到好几枚金币。所以水果店老板找到了徐幽京，怒斥着他没有商业道德，这么低价去甩卖水果，是打算让别人倒闭吗？因为这件事他已经好久都没有睡好觉了，扬言如果徐幽京还是这么做，他就去上报公爵府。看到水果店老板这嚣张跋扈的样子，徐幽京不再忍受，一把抓住了他，说着他在街上卖水果并不是违法的，几天前还亲自问过公爵府的人，而且徐幽京的水果在他的店里是没有的。这也正好戳中了老板的痛处，眼看说不过徐幽京，他就发起了火，随后就是一顿叽叽喳喳。徐幽京听不下去后便出声制止，说到哪怕是把水果送人都和你没有关系，而且准确来说他是卖盒饭不是卖水果，水果只是他给冒险者的赠品。这也让老板生气的动起了手，说他不应该将昂贵水果作为赠品。徐幽京本以为这样说就可以过去了，却不想水果店老板依旧是咄咄逼人，最后还要去公爵府举报。哪怕他再好的脾气都忍受不住了，怒斥到公爵府是你想进就能进的吗？而且你要去举报应该去管理机构。老板本以为可以靠贵族来吓退徐幽京，却不想是他自己被吓得不敢动弹，随后就转身逃离了这里。回到家后的徐幽京还是非常气愤，想着生意不好做，要不要跟着菲利克斯他们好了。这话一出，艾琳顿时兴奋了起来。不过徐幽京觉得他的实力还不够，可能会给别人带来麻烦，他却忘记了他已经能够使用多种元素的魔法，只要在这一点上继续加强，实力什么的都是信手拈来了。随后再次前往魔法图书馆。另一边，公爵吃着眼前食物，本来和平时没有区别的食物，现在却是索然无味。他也不知道到底是哪里不一样，只是吃了一小口就不吃了。管家也被这场景惊到了，随即便转过头去，看着基本上没有动过的食物，心道这些平时公爵都会吃的一点不剩，他也只好吩咐侍女将主食全部拿走，换上精美的水果。不过公爵只是微微的看了一眼，再次挑剔着草莓为什么是这种颜色，和徐幽京给他的红宝石一般的草莓完全不同。管家本想去重新挑选，公爵这时却问起了是不是快到卖盒饭的时间了，便让管家备骑马车去找徐幽京购买盒饭。这时徐幽京的摊位前正排起了长龙，本来吵闹的众人却突然安静了下来，随着白发男子的到来，纷纷的让开了道。这也让徐幽京无奈苦笑着，他完全没想到能在这里见到公爵他们。公爵本想继续说些什么，可背后的议论声不绝于耳，就让徐幽京跟他走一趟。一股不好的预感在他的心头回绕，公爵还是没给徐幽京拒绝的机会，就吩咐管家让马车过来。当马车真的到了他的面前，还是犹豫了起来。管家这时却催促着徐幽京赶紧上去，却还说着这对你来说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他还好有着艾琳的陪伴，不至于心情更糟。不过就当他坐上马车之后，看着眼前白发男子的精美面容，不自觉的脸红了起来。这时的两个人内心不知道在想些什么。抵达目的地后，公爵急切的想看看徐幽京刚刚所卖的水果。随着葡萄的出现，公爵瞪大了双眼，还不等徐幽京介绍完如何使用，就迫不及待摘下一颗，细细的品尝了起来。葡萄的甜蜜和清香让他流连忘返，丝毫不顾管家的阻拦，接二连三的放入口中。很快葡萄便所剩无几，他也感觉到自己的失态，意外的红起了脸。随后就转移话题，问着徐幽京今天带了什么。没反应过来的他得到管家的提醒后，便将今日所带的菜包肉拿了出来，只要一片生菜叶，配上一些米饭、甜菜、腌萝卜等配菜，
或者放上满满的肉就能组合出各式各样的吃法。其实公爵完全没有听懂他说的东西，不过也还是认真的尝试了起来。他那笨手笨脚的样子，就好像菲利克斯第一次使用筷子一般。当徐幽精说到这个是用手来吃的，公爵仿佛是发现了新大陆，哪怕拿着生菜叶也有种奇妙的感觉。不过当一个个配菜出现在眼前，他却不知道该放些什么。徐幽精这时也看出了他的为难之处，便出声说着：“需不需要我来帮您？只要在肉上放些米饭和蔬菜，再包在一起，然后张开嘴把它一口吃下就可以了。”身为公爵的他却犹豫了起来。不过当他看到徐幽精那真挚的眼神，还是决定相信他，随即便将菜包肉一整个放入口中。不多时，公爵就将菜包肉全部吃完。徐幽精这时也充满了期待。当得到了公爵满意的答复后，徐幽精显得异常开心，因为他特别热爱美食。不过艾琳却疑惑着徐幽精现在的举动，完全没有被人强行带来的愤怒。当艾琳看到公爵伸出来的手，生气地表示：“你难道没手没脚吗？”不过徐幽精却不是这么想，他想让其他的人吃上最好的美食。就这样简单的菜包饭，在徐幽精的手上仿佛活过来一般，各式各样的搭配吃得公爵赞不绝口，甚至还和徐幽精讨论着每种搭配的味道。他是除菲利克斯之外第一个这么爱吃美食的人。徐幽精激动地坐到了他的身边，拿出了水果要给公爵当做饭后甜点。虽然眼前的水果他没有见过，但出于对徐幽精的信任，他还是一口咬了下去。这举动却让身后的管家惊得魂不附体，看着两人嬉笑讨论的样子，彻底陷入了石化之中。因为他没有见过公爵毫不顾忌地吃别人给的食物，在吃盒饭后又吃了大概30多种水果。徐幽精也被管家赶回了原来的位置。就在此时，公爵吩咐管家去拿亚空间包，管家却还是重新询问了一遍。当得到公爵明确的答复后，却还是充满了不情不愿。不多时，管家就将空间包抱了出来。亚空间包上有着满满的宝石。正当徐幽精还在疑惑的时候，公爵手上魔法阵开始运作起来，刹那间一棵树就生长了出来。不过不同于徐幽精的植物果树，这棵树上开满了一颗颗的宝石。公爵也很满意自己的杰作，随后猛然抓住树干，将宝石树一整颗的放入了亚空间包中。徐幽精不知道这其实是多么大的一种殊荣，如果没有让公爵满意的程度，哪怕是家臣也不会给予这么多宝石的。管家还是无奈接过空间包拿出去包装。紧接着徐幽精的手被一株植物缠绕，就这样两人四目相对，植物也在这时慢慢凋零。一颗宝石戒指出现在他手中，这个戒指上有着能够无限生成宝石的魔法阵，但是没有宝石魔法元素却是无用之物。这时的徐幽精却已经被宝石深深的吸引，再加上一整棵的宝石树，徐幽精从公爵家里出来就一直处于呆愣的状态中，哪怕到家后任凭艾琳如何呼唤都没有反应，直到躺到床上才缓过神来。他感叹着人生真的太美好了。第二天一早，徐幽精再次来到了公爵府，这也让艾琳充满了不悦，怒斥着他为什么又到这个晦气的地方。见徐幽精没有回答自己的问题，艾琳便撒泼打滚了起来。因为宝石事件之后，他对徐幽精异常的执着，因为艾琳的胡闹让徐幽精饱受折磨。其实他也不是自愿来到这里的，因为上次被宝石冲昏了头脑，管家派车夫送他回家，他迷迷糊糊的答应了下来。也就是这样，导致公爵知道了他家的位置，每天一早都会以其他食物不好吃的借口来将他接过去制作美食。徐幽精后悔当初收了公爵的宝石，这痛苦的日子也不知道要持续多久。他其实应该明白这个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想到这里，他点头肯定自己的想法。殊不知公爵会错了意思，以为他答应了来公爵府工作的事情。徐幽精顿时如遭雷击，他根本就没有听到公爵说了什么，脸上写满了100个不情愿。公爵以为是他给的工资不够诱人，并解释到他这里会比皇宫中的薪水还要高。不过徐幽精还是拒绝了这个请求，因为他想把品尝美食的喜悦带给更多的人，从而看到他们脸上的幸福笑容。他恳请公爵一定要让他完成这个梦想。在得到公爵的答复后，徐幽精连忙鞠躬表示着感谢。因为徐幽精的决定，艾琳显得无比开心。不过看着徐幽精那无精打采的样子，怒斥道他是不是把菲利克斯给忘记了。这时的徐幽精也醒悟了过来，他现在所处的是小说世界，不是现实。故事的最后，菲利克斯会杀掉女王和贵族，逐渐的步入黑化之路。他还在埋怨着自己竟然忘记了这么重要的事情。不过突然出现的熟悉背影让他为之一愣，眼前正是重新回来的菲利克斯，那依旧帅气的脸庞，看得徐幽精脸上布满了红晕。他低头压下了心头的羞意，对着几人打起了招呼。虽然休伯特也看到了他脸红的样子，不过他却没有多想，打了一声招呼就和丹尼斯进入屋内之中。轮到菲利克斯的时候，他却没有任何动作，紧紧地盯着徐幽精，随后眼神一凝，缓缓地说出了一个名字。原来这次的艾琳没有选择逃跑，反而光明正大地出现在了他的眼前。精灵们也好奇着艾琳怎么会在这里，不过却没有菲利克斯那般的生气，反而打量着最近有点发福的艾琳。这时的菲利克斯质问他是不是可以看到精灵，又怕被另外2人察觉，他决定找个机会将这个事情单独说清楚。由于被菲利克斯一直盯着，让徐幽精满是负担，便问着想要喝点什么吗？要不要来点甜甜的西瓜汁解解渴？说完，徐幽精就将西瓜生成了出来。菲利克斯也不自觉地咽着口水，看着眼前好久不见的西瓜，在他伸出手去的一刹那，徐幽精就以不洗手吃就会腹泻的理由喊停了他。随后在空气中凝结出一连串水滴，让其瞬间汇聚成水流，覆盖了菲利克斯全身。看着他吃瘪的样子，吸徐幽精说不出的畅快。这时菲利克斯好像发现了什么，却突然被徐幽精拉住了手，将他带到了桌前，还贴心地帮他把西瓜切成合适的大小。虽然他还是想问些什么，但是西瓜的吸引不可谓太大，让他决定吃完了之后再问个清楚。另一边，艾琳被一群精灵团团围住，问着他这3年到底去了哪里。艾琳却以为才过去1年，不过看着已经长大很多的菲利克斯，没有陪伴他成长，让艾琳无比失落。然后艾琳最担心的事情还是来了。
精灵们问着飞龙交给他的任务有没有完成，还不等艾琳如何回答，就被一众精灵的问题给彻底淹没。不过这时菲利克斯的突然开口解救了他。为什么你会和艾琳待在一起？你到底是怎么认识艾琳的？不过徐幽精这时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便赶忙转移话题，说着吃完饭再说，大家应该都饿了，这样吵吵闹闹哪行啊？以后有的是时间给你慢慢解释。其实这是他为了拖延时间给自己想个完美的答案，但是他这时却忘记隐藏多属性魔法了。就当菲利克斯想要问些什么的时候，休伯特两人闻到香味就打算下楼来。菲利克斯赶忙喊停了他们。不等徐幽精松口气，菲利克斯却发现他也有着黑龙的魔力。为了不被更多的人发现，便和菲利克斯约定晚上到菜园再告诉他。很快就到了两人所约定的时间，但是徐幽精也不知道这件事从何说起。不过这份寂静还是被一句你是谁给打破。他知道菲利克斯是一个生性多疑的人，如果不说实话他肯定不会相信，是艾琳不小心从另外一个世界将他带了过来。少女意外暴露了真实身份，在菲利克斯的追问下，不得已说出她来自异世界。其实在此之前，菲利克斯就有所怀疑，因为他在徐幽精身上感觉到了相同的魔力。让他不可思议的是，少女竟然可以使用只有龙才可以使用的次元移动魔法。当他想到艾琳之后，便埋怨起这么重要的事居然没有第一时间和他说。徐幽精急忙把错拦在自己身上，是他不让艾琳说的，因为这里的人从出生就只能使用一种魔法，他不想被别人当作怪物看待。可能过于激动，他不自觉地握住菲利克斯的手，一时间两人的气氛有些尴尬。夜深了，我们就先回去吧。第二天一早，徐幽精就陷入了苦恼之中。自从上次拒绝了公爵的提议之后，虽然他的表情和平时一样，但总觉得他在闹着情绪，这也让徐幽精怀疑自己是不是得罪了他。这时菲利克斯推门而入，看到少女垂头丧气地站在那里，担心起她是不是身体不舒服。男人似乎不知道自己外貌杀伤力多大，他忽然凑近的容颜让徐幽精的脸蛋更红了，说着就要把手伸向少女的额头。徐幽精害羞地大叫道没事，随后转移话题问他想吃什么。菲利克斯只觉得一阵耳鸣，见他中气十足的样子，便说想吃上次的葡萄。为了掩饰尴尬，徐幽精不仅催动魔力生成2棵新鲜的果树，还贴心的洗干净端到他的面前。因为今天的桃子是新品种，他率先介绍起来，这是一种叫做水蜜桃的水果。当你一大口咬下去之后，就会发现里面有着丰富的果汁，不仅果汁多，而且果肉更是香甜如蜜。菲利克斯迫不及待地拿起一个水蜜桃，一口咬下去，接着2口3口，根本停不下来。徐幽精很是欣慰地问着他好吃吗？菲利克斯一时有些怔住，随后便说道好吃。他感觉今天的水果吃起来比平时还要甜，是因为他逐渐恢复了味觉吗？可神奇的是，即使是同样的水果，只要是和徐幽精在一起吃，就会变得更加美味。不多时，一整颗果树就只剩下叶子。徐幽精感叹着菲利克斯的饭量，但他却不吃水果之外的料理。之前朋友说过，他的吃相让人食欲大增，都可以当吃播了。想到这里，他心思活跃起来。不一会儿，2份不同的粥就呈现在眼前。这是让菲利克斯能够吃饭的入门粥，但是让他吃下却成了一个难题。看来只能这样了。此时的菲利克斯看着眼前水果，他怀疑这个东西真的可以吃吗？不过徐幽精从来没给过他不能吃的食物。随后他用匕首剖开菠萝蜜的外皮，里面露出金黄饱满的果肉，可当他用手去拿时，却被弄得满手淋液。殊不知这一切都在徐幽精的计划中，他故意挑选吃起来麻烦又臭烘烘的水果，目的就是为了让菲利克斯厌弃菠萝蜜，从而选择他手中的粥。不过接下来的事情却出乎了他的意料。只见菲利克斯吃下一口之后，接二连三地吃了起来。其实他发现最近的饭菜看起来都很有食欲，总是想要尝尝看。这些想法是之前都没有过的。然而不管是什么食物，在少女的嘴里都显得异常美味。这时他下意识地咽起了口水。为了不被徐幽精察觉，他拿起一块块菠萝蜜放入口中，但脑海中少女诱人的唇瓣却挥之不去。这不得不让徐幽精怀疑朋友说的话是骗他的。既然无法让菲利克斯自己开口索要，他想着要不要劝他吃一下，接着就舀起一勺粥，问着他要不要尝试一下这个食物。菲利克斯看着突然出现的粥，想起了儿时悲惨的经历，无论是什么食物，恶毒王妃都会在里面放上毒药。不仅如此，还十分享受地看着他痛苦的样子。没想到噩梦一般的事再次发生，他不受控制的一把甩开少女手中的汤匙。突如其来的情况让徐幽精不知所措。晚饭过后，他埋怨自己把一切想得太过于简单，他只考虑到了他只吃果蔬会营养不均衡，所以才会一直逼他吃其他的食物。但菲利克斯却不是因为饭菜不可口而拒绝，而是对端上饭菜的人的不信任，这也让他形成了一个保护网，现在才会对所有食物都充满警惕。这么一想，让徐幽精更加的懊恼，痛骂自己为什么这么愚蠢。夜晚，菲利克斯陷入失眠之中，他回想起白天的事情。少女露出的表情不是慌张害怕，而是抱歉。到目前为止，所有人都把他当做一个不喜欢吃饭的怪人。他想了许久都没有想出个所以然来，胸口的烦闷让他想出去吹吹风。外面的天刚擦亮，他就嗅到一股饭菜的香味从厨房飘来。原来他都是这么早就已经在准备料理了吗？菲利克斯偷偷地看着少女，少女仅仅是吃一口寿司，就让他不自觉地咽着口水。他本身对食物并没有多少食欲，但只要看到徐幽精吃东西的样子，就会让他食欲大开。他实在想不出这到底是因为什么，为什么他会对他做出抱歉的表情呢？这个女人只是给公爵做了一顿饭，就意外获得1袋宝石的答谢，但她不想和贵族有所纠缠，只想过着普普通通的生活。她决定今天再给公爵送最后一次盒饭，之后都不会再来到这个地方。
很快，无比辉煌的城楼出现在眼前。随后，在管家的带领下，来到了一条满是收藏品的走廊。今天的路线似乎和以往不同，这也让徐幽京停下了脚步，询问起管家他们这是要去什么地方。原来公爵今天想要吃一顿不一样的午饭，接着就将徐幽京带到事先准备好的地方。映入眼帘的是阳光明媚的庄园，空气中扑面而来的花香让人紧绷的状态顿时放松。这时，公爵察觉到少女的到来，随即微笑着欢迎着她：“西维亚小姐，你来了。”与此同时，徐幽京将带来的盒饭摆上了桌，打开后向公爵介绍起今天所做的食物。他不仅准备了能填饱肚子的主食，还贴心的将餐后水果切好带了过来，这也让公爵对他赞不绝口。徐幽京听着公爵的夸奖，欲言又止，纠结着是现在说还是等等再说。正当徐幽京鼓足勇气时，公爵却突然开口说给他准备了一个特别的礼物，那是一个专属于他的私人厨房，而且里面所有的厨具用具都是专门定制的。当他累了，还能够到阳台上闻闻玫瑰的花香，希望他能够喜欢他为他准备的这些。说完就等待着徐幽京的答复。他不知道这么做法让他负担满满，本想开口拒绝这个荒唐的事情，但是话到嘴边却说不出来，只能向公爵道谢。公爵却没有发现徐幽京的异常，反而因为他的答复显得无比开心。时间在煎熬中缓慢度过，回到家的徐幽京异常憔悴，连走路都有些许的不稳。哪怕面对着休伯特等人的关心，他也只是淡淡的回答了一句：“我累了，想休息。”刚到房间就一头栽在了床上，无声痛斥起公爵的自作主张。他好不容易过上自己喜欢的生活，为什么要强行要求他做另外的事情？想到这，他不自觉地流出了眼泪，随后就对着床好一顿的发泄。不过哪怕再生气，还是得让自己吃饱饭。想到这，他就气势汹汹地向厨房走去。他听说吃辣椒可以有效地缓解压力，不过这可苦了其他人。丹尼斯被辣得到处找水喝，还好有休伯特的魔法才让他缓解了几分。徐幽京却是没有任何感觉一般。话说辣椒与甜点更配，当吃完辣的之后，还是需要来一些饭后甜点的。那就是用牛奶做成的冰淇淋，冰凉甜蜜的感觉让休伯特陷入恍惚之中。这时的菲利克斯也被深深吸引，连双脚都开始有点不受控制，想要往前试试眼前食物的味道。就在徐幽京再次舀起一勺之后，他的耳边传来了菲利克斯想吃的话语，不过他却没有听清楚，又再次问了一遍。菲利克斯心想，他吃过东西是安全的，到目前为止他的手下和精灵们吃完都没有任何的事情，而且最重要的是，徐幽京是真心的对待他。随后就对徐幽京说着他也想吃上一口，这也是他第一次索要水果以外的食物。徐幽京便哄小孩一般让他张开嘴巴，神奇的是菲利克斯竟然乖乖的听话，接着张开嘴一口含住冰淇淋。就当他将冰淇淋成功吃下，徐幽京的心情也愉悦起来。随后旁若无人的投喂男人休伯特两人被眼前的情景惊掉了下巴。夜晚，徐幽京感叹着今天的成功，因为他让菲利克斯吃上了其他食物。还不等他开心多久，就听艾琳说着菲利克斯明天准备离去的消息，这可让徐幽京一时无法接受，因为男主的厌食症好不容易有了新的进展，他可不想刚刚萌芽的树苗就此死亡。很快，一个大胆的想法浮现在他脑海，既然菲利克斯他们终究会离开，自己为什么不能和他们一同出征呢？他被自己的聪明才智所折服，随后就对艾琳说出自己的想法，他决定和菲利克斯几人一起离开，这样才能更好的帮助他。艾琳听完感动万分，未来他们的路途是否会格外有趣？